请把你们的默契给大家看一下。黑白子它是 AI 人工智慧，是科博士特别设计出来的，所以他们的世界里面只有 Q18，只有集团。好，那因为我们现在的时间的部分有点赶，所以我们现在联访的部分我们就开放3题的问题的时间。好，来，我们先请我们是演员部分。没事。来，直接问了。我们今天只提问戏剧相关的问题哦，谢谢大家。好了，我们把握时间，因为我们等一下要回去开戏。不好意思，再问一次。问我们在演什么？量子这件事情一直都是未来科技的一个趋势啊，包括量子电脑也是，大家都在博弈的一件事，因为谁掌握了这个技术，可能就会掌握未来10到20年的一个话语权。对，所以其实我们蛮开心能够有不管是企业啊，或者导演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因为量子说实在，它是科学，但它也是一个很微观的科学。那它是往里面探索，所以其实跟美玲导演本身在大学的时候修的科系是一样，它是哲学系。其实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部戏，他为什么会找我来演，甚至是组了这个团队。其实我有时候在跟美玲导演自己私底下在喝酒聊天的时候，会聊到哲学这件事情，然后我们都会聊到头很痛，因为聊了这场反而好像是没有聊到一样，因为哲学就是这么一回事，你存在你也不存在，但我思故我在这件事情，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个理论上面去进行。那量子也是一样，那量子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这一部戏里面，通过每一个单元，金世杰老师、李轩老师，然后陆俊哥跟田心，他们每一场经历的，不管是有人求永生啊，不管是有人求科技的力量。量子的意志，都会在里面去探讨科技跟人性之间的拉扯。因为人家说，科技就是拿来挑战我们人类的道德的底线，因为我们一直不断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是一个蛮有趣。然后也希望透过戏剧比较诙谐啦、好有趣的方式来去呈现这样。不好意思，我们喜欢用爱看事情。谢谢我们还有提问吗？我们还可以有一题。Go ahead。要不要请明胜哥跟天心讲？对啊，他们讲一下，他们都在9年后又再次合作。2位9年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因为 Q18，我觉得他好陌生。为什么跟上次这么不一样的呢？对我来讲，我会演这个戏第一个理由就是听到有李明顺这件事情。对。哇，太棒了吗？跟他就是一个同花顺的一个合作。同花顺。然后他私底下也有问我，你有接这部戏吗？我说好吧，你在我也接吧。他接我接你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接。这第一个理由。然后第二理由就是我看这个剧本很吸引我，就是走入年轻人的生活。对，然后我觉得我太久没有知道吗？跟小朋友们在一起，所以我想说可以就是你知道吗？拉一些小朋友的那个粉丝。然后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因为演员接一个角色就想要挑战嘛。对。在昨天的时候，挑战就是我有句台词，就是我要把量子科技带向心灵和宇宙链接。我要演的我很会，你知道吗？但其实我是一演完之后，我就非常唏嘘看着导演这样子。然后导演有给我鼓励说：“你好棒棒，这么艰深的台词，你有吃下来，要背起来。”对，那我就说这是我的挑战，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这次在就是角色功课上，还有演出上，其中蛮有挑战，一直在跟量子交缠的状态，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们准备角色，还有因为已经差了一点点时间了嘛，有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或者是2个题目器的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默契应该是从我开始约他出去健身开始。对。一方面也觉得 AI 身材必须要随时维持在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是像是
设计一个胖子。对，是啊，对啊，你做工的人，明明那时候就胖胖的，为什么要设计一个身材这么好的？对，然后我觉得这个默契蛮好，是因为健身的时候你很难在聊天的过程你是很卸下心防，所以我跟他交换了很多的想法和意见这样。然后我是第一次跟之前合作，那我才知道他原来是非常高学历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这样也是才能够建构起对话的一个桥梁吧。因为假设他对科技这些没有什么兴趣的话，我想应该也很难聊，对不对？那因为毕竟我们都不是民权者，可以把平常不关心的事情演得很像关心。开玩笑。对，但我们就是透过沟通，然后透过去咀嚼这个剧本里面的默契吧。因为其实里面衍生出来的有一点点，毕竟我们是叠加嘛，所以我跟他是分不开的。然后在探讨人性过程中，又觉得好像彼此也不能缺少彼此，所以把这个情感好像可以在这部戏里面，大家可以去想象的留下一点空间这样。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一开始在想这件事情是觉得，毕竟我们都说科技是源于人性。所以其实科技会发展到这个状态，反而常常会去想象说，那为什么人会让它去这样发展？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科幻片或科幻小说，最有趣的地方都是在它看似用一个很绚丽银白色的一个外壳包覆着，可是它里面的东西其实就是人，因为终究是给人看。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迷人的。然后跟亚伦确实是在健身之后就变得很熟悉，因为他会带我做一些有氧，然后有氧的40分钟就真的，如果不讲话就很尬，然后又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漫长。和我们一聊天，开始聊角色，然后聊彼此对于表演的看法，还有就是身为演员一定都会有不同阶段的一些不自信或是怀疑或是迷惘。对，然后他也跟我分享很多，就很快就会把运动做完。然后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是，真的认识亚伦是个怎么样的人，然后我发现他很灵活，然后很有温度的一个人，所以跟他对戏起来，我觉得莫名其妙，角色间的那个默契，跟他如果很动的话，我要怎么样很近？因为我们两个其实是叠加的状态，所以其实在某方面来讲。应该可以说我们是一体的，所以要怎么样共存在一个空间中，然后彼此去加强彼此的特性，但是又显得协和，这个是我觉得这是黑白子的一个蛮有趣的呈现。还没接触导演之前，觉得导演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就觉得他很有距离，然后很容易会惹他生气，就很怕，因为感觉他是很直的一个人，所以像在座的所有的艺兴觉得都是这样认为的，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吵架？没有啦。可是后来发现，其实就是因为他太直，太真诚了，所以反而我们会想太多。我自己啊，不是大家，就是我反而就想太多说，他是不是因为这样，其实另外一个面，就我会帮他设想很多，他为什么会这样，可是其实他就是单纯的在展现他想说的东西，这是我的小心得，跟各位分享。可是这次的事件会修正你的想法吗？讲一下心情啊。什么事件？这一次的事件啊，超冤的。想法没有啊，我一向还是用爱给各位，我有多少我就会给多少。Love you。现在已经是 AI 人工智慧上升了。